你看过这张图吗？那这张呢？记得之前讲过的 pipeline 吗？如果你到现在还是对这些东西一个头三个大的话，来看看 Comfy UI 吧。它的界面设计跟使用方式会让这一切都变得直观又简单。对于初学者来说，接触 Comfy 可以帮助你更好、更快地理解 Diffusion Model 在工作时的流程与逻辑。对于进阶使用者来说 ，Comfy 的自由度能够让你更随心的创作，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它跟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一样，可以在同一个界面上完成几乎所有的干涉及生成方式，包含局部重绘跟分段绘制 Upscale。我个人是很推荐大家使用看看 Comfy UI 的。即便你用过之后感觉还是不习惯，想回到其他比较习惯的界面，像是无需安装加载的 Leonardo， 或者是更简单易用的 Midjourney。Comfy 的工作流程展开模式还是能够让你在接触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东西。那这是 Comfy 的 GitHub 页面，往下拉会看到 Installing 这个区块是官方教你如何安装的说明。第一个是针对 Windows 系统制作的压缩包，解压即用。第二个是线上架设的版本，可以用在 Google Colab 上。点这个 Jupyter Notebook， 然后把它整个档案下载下来，丢到你的云端硬碟就可以跑了。用法跟 SD Web UI 的 Colab 版本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我没有特别下载过来装。Comfy 本身消耗的电脑资源就低，基本上只要不是太破的桌机，或者是没有电脑的朋友，用本机来跑就可以了。第三个 Manual Install 就是手动安装，我是用这个方式安装的。这个方式其实还蛮简单的，后续更新也简单。行前说明，我自己是 Windows 加 NVIDIA 显卡，如果你是 Mac 或者是 AMD 显卡的用户，对应安装方式可以直接看官方 GitHub 上面的说明。需要注意的有2点，电脑上需要先安装 Git 跟 Python， 还有 PyTorch 跟 CUDA 也得装。路径请设全英文的，比较不会报错。下载 Git 跟 Python 的官方网址我放在说明栏。下载完之后，基本上除了 Python 你要记得把 Add Python to Path 这个打勾之外，就是顺着一直点下一步，安装的结束就可以了。接着在你准备安装 Comfy 的资料夹位置栏，网址列或者说路径列，输入 CMD， 就会叫出这个位置的命令提示资源视窗，直接输入或贴上 git 空格 clone 空格，然后放上 Comfy UI 的 GitHub 网址，它会自动建立一个 Comfy 的资料夹。Comfy 本体很小，所以这个阶段会跑很快。接下来我们要建立执行档，在 Comfy 的资料夹里面新增一个记事本，把副档名改为 bat。内容写上 Python 空格 main.py， 点2下，它就会开始执行 Comfy 了。如果以上的步骤做完后执行失败，可以回看 Comfy 的 GitHub 页面，往下拉，看到 Dependencies， 根据指示安装需求清单上的内容，或者是重新安装 PyTorch 跟 CUDA。顺利执行到跑出网址就是成功了。第一次执行可能会等久一点，关闭的时候可以选择直接打叉。我的习惯是按 Ctrl+C 请它执行关闭。最后，如果你之前已经是 SD 或者是 Invoke 这类 AI 绘图工具的使用者，那么你可以把放模型的资料夹连接到 Comfy 里面，这样子就不用把重复的模型档案到处放了。毕竟大模型是真的不小。
连接模型资料夹的方式有很多，建议使用官方提供的路径更改文件来操作。首先，把这个文件的副档名 .example 删掉，它就会变成 YAML 档，点开就可以编辑内容。按照说明把上面写的范例路径改成你自己的安装路径，储存之后再打开 Comfy 就可以了。我一开始用的是 MK-Link 连接目录的方式来做，当时没有注意到官方其实有给修改路径的文件。改这个 Model Path 我觉得是相对简单的，而且爬文有看到说 MK-Link 可能会报错，虽然我目前使用起来很正常，不过之后应该还是会换成官方的方式。你可以把 Comfy 的 Custom Nodes 想成跟 SD 的 Extensions 是差不多的东西，就是把别人做好的扩充功能载下来用。Comfy UI Manager 这个强烈推荐要装，一定要装。网址放在说明栏，在你的 Comfy 安装资料夹打开 CMD， 先输入 cd 空格 Custom Nodes， 然后输入 git clone， 贴上 Comfy UI Manager 的 GitHub 网址。跑完之后，重开 Comfy。在你的功能列表就会看到 Manager， 未来安装其他的 Custom Nodes 就从这个 Manager 里面直接点就可以了。我有7页，我才讲了2页，我的天哪 ！Install Custom Nodes 可以搜寻所有可安装的以及查看你已安装的 Nodes。Install Missing Custom Nodes 是它会自动侦测你缺少的 node。这个通常是在你读取了别人的 workflow 之后，发现有模组是红框，也就是你没有装这个模组的时候，去侦测你比别人少装了什么东西。Install Models 里面有各种模型，包含一些大模型 LoRa Embeddings， 有缺失什么可以来搜一下。Fetch Updates 会帮你侦测已安装的 nodes 有没有需要更新的。但是更新还是要去 install 那边点啦，因为这个按钮跑完只是会告知你有没有更新。Alternatives of Automatic 1111， 这个好难念啊，是针对 SD Web UI 使用者的友善按钮。Manager 会帮你列出在 Comfy 上可以安装的跟 Web UI 相同的 nodes， 让你可以更容易还原熟悉的功能。Comfy UI Community Manual会连到 Comfy 的使用手册，这个蛮建议稍微读一下。这是我目前有装的 Nodes 跟 Models，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装了之后暂时都只拿来玩 Tile， 所以里面蛮空的。最后来分享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如果你想在 Sampler 降噪的过程中看到图像逐渐生成的动态画面，从 Manager 这边更改 Preview Method。只要不是 none 都会有画面，当然开启的话会比较耗资源一点，因为它需要把过程中的中间产物都抽出来，过一个低画质的 decode， 然后呈现给你看。如果你觉得 Comfy 预设的弧线看起来很乱，你会很烦躁的话，点开这个小齿轮，把 Link Render Mode 换成别的就可以了。我其实蛮好奇为什么会有隐藏这种送心北拱的选项。妈耶，这是高手在用的，是不是？再来是 Note 方块，好用，初期可以当便利贴贴一些 memo 给自己，后期可以在分享 workflow 的时候当便利贴贴一些 memo 给别人。对，反正这玩意儿就是便利贴。我现在拿来记 Tile 的推荐画布尺寸。感觉内容有点太长，所以影片分了2段。下集会讲基本操作跟怎么建立一个基本的 workflow。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过2天会上传。好的，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